重生回到80年代，你一睁眼竟放着漂亮媳妇和2个软萌女儿不管，反而拿着鱼竿去河边钓鱼，村民都觉得你疯了。但只有你清楚，想挽救这个贫困的家，首先得填饱肚子。你来到河边，环顾四周，很快选定一处芦苇环绕的钓点。刚走过去，眼前一亮，芦苇当中竟藏着一窝5个野鸭蛋。你小心翼翼将鸭蛋收起，又取下2片芦苇嫩叶，使劲搓出汁水，挂在钩子上当做鱼饵。你将鱼线丢入河中，静静蹲守，双眼紧盯浮漂。或许是钓点选得不错，加上正值凿口，浮漂很快有了动静。你将手放在鱼竿上，待浮漂彻底沉入水中，毫不犹豫提竿。一条差不多1斤重的草鱼翻滚着被拎上岸，你笑着将鱼摘下，丢进捡来的竹篓，继续抛竿。你经手了半个时辰，又一条草鱼入篓，能连续上鱼，足以说明这片水域资源丰富。10点多的时候，你已钓了差不多5条1斤重的草鱼，竹篓中鱼儿扑腾，发出啪啪响声。你心情大好，拎着鱼竿、草鱼和鸭蛋朝家走去。你刚到家，便将竹篓放到地上，长出一口气。从早到现在滴水未进，加上钓鱼消耗精气神，你早已饥肠辘辘。2个娃子听到声音，连忙朝门外跑来，看到竹篓里的草鱼，2个丫头睁大双眸。小月用清脆的声音喊着：“姐姐快看，是鱼，好多鱼！”她毫不犹豫抓起一只鱼的尾巴，与鱼尾相比，她的小手显得十分瘦弱。你见到这一幕，心中一阵心疼。以前你对他们态度冷淡，可现在一篓鱼放在眼前，之前所有不愉快全都被忘得一干二净。小芳此刻别提多开心了，软软糯糯问你这些鱼放到哪里？你笑着提议把鱼放到外面那口大缸里。那口缸原本用来储粮，可如今家里哪还有余粮？2个丫头抱着鱼屁颠屁颠跑到大缸前，却发现缸太高够不着。小月急得直喊爸爸。你呵呵笑着抱起小月，让她把鱼投进缸里。鱼儿落水，缓了片刻便游了起来。你放下小月，心头一酸。已经3岁的小月瘦得可怜，面色也不太好。小芳的情况更不用说，你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补偿这2个丫头。你将其余几条鱼倒进缸里，有2条已经翻了白肚，没活过来的可能了。2个丫头缠着你抱他们看鱼，你一手一个揽在怀中，围着大缸走了2圈。2个娃娃看到缸里游动的鱼，兴奋地哇哇叫。你听到2个丫头肚子传出咕咕声，小月眨巴着大眼睛说饿了。小芳年纪稍大些，知道家里情况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你摸着2个丫头的头，笑着说给他们做鱼吃。2个丫头眨巴着眼睛，逢年过节才能在外婆家吃一顿，他们都忘记鱼是什么味道了。你拿出5个野鸭蛋，2个丫头眼睛直勾勾盯着，好长时间没吃过蛋了。小月吞了口唾液，问是不是鸡蛋。小芳教训她说鸡蛋怎么可能这么大。你宠溺地揉了揉小芳脑袋，告诉他们这是鸭蛋，可好吃了，让他们先玩一会儿，你去做鱼和煎蛋。你进了厨房，拿着菜刀将一条草鱼破肚收拾干净，动作极为娴熟。看到厨房里锈迹斑斑的铁锅，你无奈叹气，这口锅很长时间没用过了。你起锅烧水清洗干净，准备好葱蒜姜，从小罐里挖了一勺猪油下锅，香味旋即传出。你在草鱼身上赶了花刀，下入油锅。正在外面玩耍的2个孩子很快跑进厨房，喊着好香，想要吃鱼。你心头一软，柔声让他们再等一会。2个小姑娘蹲在地上，看着锅里的鱼，咽着口水。锅里香气四溢，飘到了隔壁院子。刘婶正准备吃午饭，嗅到荤腥的香味，用力吸了2口空气。今天又不逢年过节，竟然有人吃鱼。村里有个小鱼塘是集体财产，每年投放鱼苗，养到过年才统一捕捞分配。平日想吃鱼得去城里买，7、8毛1斤，快赶上猪肉价格了，哪家吃得起？鱼已炖好入味，已将鱼盛出。虽有千炖豆腐万炖鱼之说，但炖太久会影响口感。你起大火收汁，待汤汁浓稠，将汤汁浇在鱼肉上，一道红烧草鱼出锅，浓郁香味充斥整个房屋。2个小家伙早已坐不住，望眼欲穿。你将鱼端上桌，留了一些放进保温盒里。小月要上手抓鱼，小芳一巴掌拍在她手上，说要用筷子。小月委屈巴巴说不会用筷子，小芳让她用勺子。你提醒2个丫头洗手，她们连忙跑去洗。趁这功夫，你起锅烧油煎鸭蛋，快速撒盐，2面煎熟。隔壁刘婶正扒墙头张望，闻到煎蛋香味，眼睛瞪大。按到周建国这个街溜子竟然还在煎蛋，他家有钱了。2个软团子洗手回来，你已将鸭蛋端上桌，留了2个放进保温盒打包好。2个丫头爬上凳子乖乖坐好，你递过筷子和勺子让他们慢点吃，有点烫。小月张大嘴咬了一口煎蛋，烫得吐出来，眉头皱起，眼中似有泪光。小芳吹了吹煎蛋，一本正经说要吹水才能吃。你用筷子帮2个丫头挑出鱼刺，把鱼肉放到他们碗中。小月吃完煎蛋，看了看碗里的鱼肉，又看了看你，有些不舍得咬出一勺递到你嘴边，奶声奶气说让爸爸吃。你鼻尖发酸，强挤出笑容说你们吃，爸爸不饿。小月嘻嘻笑着把鱼肉塞进嘴里，小芳也慢慢吃起来，直到盘中2条鱼变成鱼骨，2个丫头才揉了揉圆圆的肚皮。小月满足地问明天还有鱼吃吗？小芳也期盼地望着你，你笑着揉了揉他们的头发，说有，想吃的话每天都有。你告诉2个丫头要去给妈妈送饭，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。小芳眼睛闪烁亮光，小月抱紧你的大腿，奶声奶气说要去。你拎着保温盒，一手抱着小月，一手牵着小芳，朝棉纺厂走去。陈秀兰工作的地方在镇子上，从杨柳村到镇子只有一条黄土路，差不多半个小时路程。父女3人从头到脚沾满灰尘。父女3人很快出现在棉纺厂门口，门卫大爷看到你带着2个闺女，眉头微皱，没好气问找谁，说这里闲人免进。你扬了扬手中的饭盒，说找陈秀兰过来送饭。门卫大爷上下打量你，说陈秀兰可是他们厂里的厂花，追求者不少，问你是她什么人。小芳踮着脚尖说陈秀兰是他们妈妈。小月也奶声奶气说给妈妈送好吃的。门卫大爷看着2个水汪汪眼睛的小姑娘，心里软成一滩水，让你们进去，说这个点陈秀兰应该在食堂吃饭。你连忙道谢，牵着2个丫头往里走。小芳回头冲门卫大爷笑了笑，软声道谢。门卫大爷看着你们的背影直摇头，暗道这就是陈秀兰嫁的男人，长得人模狗样，可惜是个街溜子。你很快带着2个丫头到食堂门口，看到正和工友一起吃饭的陈秀兰。
工友让他吃点菜，说都瘦成什么样了。陈秀兰点头说窝窝头挺好的。工友将自己饭盒里的菜夹给了他一些，看着朝思暮想的妻子，你眼中滚烫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，双手紧握，指关节捏得发白。你想冲到他面前，脚却像灌了铅，挪了2步就停下，喉咙像被什么堵住，发不出声音。小月在你怀中指着餐厅大叫是妈妈，你这才反应过来，深吸一口气。小芳察觉到你的变化，扯了扯你衣角，软声说爸爸我们进去吧。你吸了吸鼻子，把饭盒放到小芳手里，声音沙哑地说让他们去把饭送给妈妈，爸爸在这儿等着，就不进去了。小芳点点头，接过饭盒，拉着小月往食堂走。2个丫头一走进食堂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过来，都说孩子长得可爱，跟年画上的福娃娃似的，就是太瘦了点。坐在角落的陈秀兰听到声音回头，看到2个丫头被人围在一起，猛地起身扑过去，一把抱在怀里，声音颤抖问他们怎么来了。小芳软软道是爸爸带他们来的，给妈妈送好吃的，他在外面。小月朝外面指了指，陈秀兰顺着方向看去，见你在阴凉处站着，一愣，心中暗道他怎么会带孩子过来还送吃的。你的目光也落在房间内，看到陈秀兰，愣愣点了点头。小月兴奋道有煎蛋和鱼肉，是爸爸做的。陈秀兰一脸震惊，迟疑接过饭盒，打开瞬间更不可思议，她双手紧握，脸上看不出丝毫喜悦。现在鱼和肉一个价，你哪来的钱买？周围工友露出羡慕之色，纷纷说不逢年不过节怎么还吃上鱼和鸭蛋了？这鱼看着就香，鸭蛋更是金贵东西，一般人家都留着换钱。陈秀兰夹起一块鱼肉递到小月嘴边，小月揉了揉肚子，奶声奶气说妈妈吃，她在家里已经吃饱了。陈秀兰吃着饭，目光不由朝食堂外阴凉处看去，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。她看了一眼还剩一半的红烧鱼，小心翼翼盖上饭盒。陈秀兰牵着2个丫头走出食堂，看着你站在原地，深吸一口气，说让你先带他们回去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你正想说话，厂里铃声响起，陈秀兰连忙说要上班了，让你们快点回去。看着她的背影，你无奈叹气，带着2个丫头朝场外走去。小芳小声说妈妈好像不开心，小月也跟着说你心中暗叹，估计陈秀兰又以为你拿钱去赌了，也是之前做了那么多伤她心的事。你深深叹气，良久没有说话，只是带着2个孩子回家。说到底还是自己以前没有上进心。回到家后，你让2个小家伙在院子里自己玩，你则从柴火堆中找出锈迹斑斑的柴刀和灭刀，你在方形磨刀石上磨了又磨，直到2把刀变得锃亮，又找出落满灰尘的竹篓，将2把刀放进去。你看着跑过来的2个孩子，蹲在地上告诉他们爸爸要上山，让他们在家里乖乖的。小月抱着你的大腿，委屈巴巴说想跟你一起去。小芳站在远处没说话，脸上同样写满委屈。你抱着小月，轻声解释山上有危险，你上山是要砍藤条，干活时没时间照顾他们。你答应去山上找些果子带回来。2个丫头原本有些不开心，听到果子瞬间眼前一亮。小芳软声说让爸爸快去快回。小月有模有样学着说记得带果果。你笑了笑，点头应下，安抚好他们才背着竹篓出门。如今想快速改变家里情况，最快的办法就是抓鱼拿到镇上市场去卖。村子附近河流众多，渔产资源丰富，有像样的工具就不愁弄不到鱼。你动作很快，没多久就到了山上，周围藤条很多，你挑选出一批老藤条，粗粝的藤皮，坚韧的纤维，用来编织渔网再合适不过。很快，原本空荡荡的竹篓已被藤条塞满，茎叶也被你用砍刀削去。你吐出一口气，自语道差不多了，回去收拾一下。山野荒林间杂草丛生，沿途点缀着野花，灌木丛下珍珠般的红果果娇艳欲滴，压得枝条下垂。这是蛇莓，每到这个时节都会爬满山野间，是村中孩子的最爱。你随手扯下几颗丢进嘴里，酸酸甜甜的。你放下竹篓，从路边树上摘下几片叶子铺在竹篓上，仔细采摘了一堆蛇莓。你满意点头，这才背着竹篓返回家中。回到家时，小芳和小月正在给自己编花环，看到你回来，2个小丫头一人抱着你一条腿。小月不开心的告状说姐姐坏，吃她的花花。小芳摇头说是妹妹吃的，不是她。你放下竹篓，轻轻擦去小芳嘴角的残液，小心翼翼将蛇莓拿出来递到他们面前。小芳惊喜的直勾勾盯着蛇莓，咬着手指，口水流了一地。小月踮着脚张开嘴，含糊喊着是红果果。你捏起几颗大的喂进2个小奶团子嘴里，看着他们眯起眼睛咂嘴的模样，笑着提醒慢点吃。2个小家伙眼睛眯成月牙，小鸡啄米似的点头。平时他们只能站在家门口，咬着手指看其他小伙伴们吃，现在他们也有了。你将蛇莓洗干净，放进2个小木碗里递给他们，安排好2个小丫头，已将竹篓里的藤条倒出来，挑出粗细均匀、柔韧性好的藤条，用温水泡软，放在石头上，用破布包住，捣衣锤轻轻捶打，将杂质去除。你先编织了2个网兜，随后拿起藤条，手指灵活穿插引线，转眼间编出渔网雏形，细密的纹路整齐的像用尺子量过。其实制作一张极品藤条渔网需要繁琐严格的工艺，不过新制的渔网附带网兜比徒手钓鱼效率大大提升。你将剩下的藤条热水煮，冷水浸，取纤维，用绞丝机编织成线，动作娴熟，效率惊人。上一世因为陈秀兰带着小芳和小月离开，你为了找到他们，学过很多手艺。小芳和小月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，连声夸赞爸爸好棒好厉害，编得真好看。小芳小手托着下巴，满脸崇拜，问你在编什么，说她也想学。你手上动作不停，眼里含着笑意，告诉他们爸爸在编渔网，渔网能帮抓好多好多的鱼。小芳天真的问有了渔网是不是每天都有鱼吃？你重重点头，说对，以后每天都有鱼吃。小月兴奋蹦起来，喊着爸爸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爸爸。院子里时不时传出孩子崇拜的欢呼声，隔壁刘婶正坐在院里那鞋底，听到孩子的夸赞声，小屁孩懂得啥，也就骗骗不懂事的娃，真有本事咋还要自己媳妇出去养家，孩子快饿死了也不管。在2个丫头的夸赞声中，你动作更快了，很快将渔网编好。2个小家伙拿着空碗跑过来，小芳举着颗红彤彤的蛇莓，鼓着腮帮夸爸爸好棒。小月吃着蛇莓说不出话，重重点头。你露出笑容，摸了摸他们软乎乎的头顶，让他们把渔网抬进屋里。
两个小奶团子抛下碗，用出吃奶的劲，咿咿呀呀抬着渔网。渔网虽大，但都是藤条编的，分量很轻，两个小家伙能抬得动，只是没干过活，抬着东倒西歪，方向都掌握不好，模样看起来憨憨的，像喝醉了似的。你看到这一幕，笑着摇了摇头。制作完鱼线后，看着地上还剩余的藤条和软灌木，你又编制了几个抓河虾、黄鳝、泥鳅的藤条地笼。地笼设计精巧，从内到外一层套一层，足足有5层。黄鳝、泥鳅进来后就再也无处可逃。正所谓靠海吃海，靠山吃山。杨柳村依靠渔产资源这么丰富，你肯定要想办法多挣些钱，改善家里条件。更何况现在还没竞争对手，村里没人有你这样的钓鱼技术，大部分人把时间用在钓鱼上，得不偿失。你编制好几个地笼后，剩下那些零散的藤条也不浪费，随手拿起几根给两个小家伙编了2个小蚂蚱，还找来2颗小玻璃珠当眼睛。两个奶团子看到玩具，乐得手舞足蹈，亲了你一口表示感谢，在院子里玩了起来，高兴的什么都忘了。看到两个小丫头玩得开心，你告诉他们爸爸出去一趟，让他们在家乖乖的。两个丫头玩着手里的蚂蚱，重重点头。你从缸里捞出一条草鱼，用草绳串着，朝隔壁刘婶家走去。此刻刘婶正趴在堂屋桌子上打盹，嘴角还挂着口水，梦里她正抱着肥的流油的红烧肉啃。门口突然传出砰砰砰的砸门声，刘婶浑身抽搐了一下，有点恼怒的吆喝：问谁啊？这个时间村里大部分人都在田地，谁闲着没事扰她清梦？刘婶嘟嘟囔囔打开房门，看清门外站着的人后，眉头微皱，问你来她家干啥？她眼神警惕的上下打量着你，可看到你手里提着的鱼时，喉结不自觉动了动，目光就没挪开过。你笑了笑，直接说想跟她借板车。刘婶声音陡然拔高，双手掐腰说她家哪有板车，让你去别家问。她非常警惕，你这家伙的本性她一清二楚，从前在村里借钱就没还过，借的东西也都被搞得坏的坏，脏的脏。那板车虽然用了很长时间，不值几个钱，可她就是不想借给你。刘婶话音刚落就要关门，你往前一步挡住她，说就借几天，用完立马还回来，保证完好无损。而且你都看到板车了，你告诉她这条草鱼送她，要是板车坏了再赔1条鱼。刘婶盯着那条鲜活的草鱼，眼睛亮了亮，这鱼看着就新鲜，拿去镇上也能换不少钱，就算你不还板车，有这鱼也不亏。中午他们2口子闻着肉香可馋的不行，刘婶目光在鱼和你之间来回转，心里2个小人在打架。鱼是真馋人，可你名声太臭，他喉间滚动，心里像有只小手在挠。多久没闻过鱼腥味了？上回喝到鱼汤还是过年的时候。他伸手在鱼身上嘘嘘碰了碰，心里小算盘噼里啪啦响着。再想想那板车，木头都有些松了，车轱辘还总吱呀响，平时也就拉点柴火粪土，搁在柴房里多半时候是落灰的。用一辆半旧的板车换条活鱼，刘婶心跳快了鸡排，脸上的警惕早没影了。他偷偷掐了自己一把，怀疑是不是做梦。你这小子今天是赚了性。刘婶嘴上还在犹豫，手已经放在草绳上接过了鱼，似是害怕你反悔，连忙说看在这鱼的份上借你几天，不过要小心点用，别磕着碰着了。他拎着串鱼的草绳，嗓门带着丝丝颤音问这鱼真给他了，就为借几天板车。你抬头笑了笑，手上收拾板车杂物动作极其麻利，说以前是你混蛋不顾家，陈秀兰在棉纺厂忙，2个丫头都是靠他看顾，一直没来得及谢谢。这鱼是河里捞的，不值啥钱，让他尝尝鲜，也算谢他的帮衬。刘婶被这几句好话哄得心里热热的，可眉头还是紧皱。别人说这话他会笑得合不拢嘴，但你可是有名的街溜子，你的话能信吗？不过鱼扑腾了2下，那股鱼腥味直冲口鼻，他心里也是痒痒的。反正鱼都到手了，还想那么多干啥？有肉吃就行。他往后退2步，脸上挤出笑容，让你用车当心点。你应了声，推着板车往外走，看着你身影消失在门口，刘婶才抱着鱼进了厨房，把鱼丢进大水缸，看着他在水里畅快游弋，这才松了口气，脸上被笑意沾满。可笑着笑着，他忽然皱起眉，嘀咕着不对啊，村里老赵头天天蹲河边钓鱼，晒得黢黑，钓上来的不是小虾米就是手指头长的小鱼苗，还有溪头的刘二撒网撒了大半个月，也没见拎回过几条像样的鱼。刘婶看了看鱼，目光又放在隔壁你家，无奈叹气道：这鱼真的是从河里捞的吗？别是又要苦了孩子。暮色渐浓，炊烟袅袅升起，你推着板车返回家中，2个小丫头原本正趴在门槛上数蚂蚁，听见咕噜声纷纷抬起头，眼睛亮得像2颗黑葡萄，喊着爸爸你回来了。5岁的小芳先反应过来，从地上爬起来就往板车跑，小月也跌跌撞撞跟在后头，小短腿倒腾得飞快。你把车停在院子当心，蹲下身检查车轱辘，毕竟是用来拉鱼到县城卖的，万一坏在半道上就麻烦了。看了老半天，你发现右轮的辐条松了根，车轴转动时带着点滞涩的响。你从墙角摸出半截松枝往轴眼里塞了点，又找了根细麻绳把松掉的辐条缠紧，用石头敲了敲，是推了2步，吱呀声轻了不少。你正琢磨着要不要再找块木楔子垫垫，一只小手突然抓住了你的衣角。小芳仰着小脸眨巴眨巴眼睛，说要帮你，伸手去够车把手上的绳子。你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把手里的麻绳递过去1小截，让小芳帮你拿着，别让她掉到地上沾了你。小月见姐姐帮上了忙，也跑过来软声软气说她也帮忙。你被她认真的样子逗乐了，让她帮忙拿着松枝别沾衣服上。2个小人一左一右围着你，一个攥着麻绳，一个拿着松枝，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你手里的活计，嘴里还时不时搭腔，问这是谁家的板车，问车坏了吗，问你是不是要去镇上。你一边摆弄着板车一边耐心回应，心里暖暖的。车轴被松枝润过后转起来顺畅多了，车架也稳固，装些鱼虾和换来的粮食肯定没问题。河边回弯处，黄昏时分，你将缸里剩下的鱼捞出来，顺便把2个小家伙洗澡的木盆装上板车。鱼还在活蹦乱跳，你往里面铺了层湿干草，又用绳子把竹筐牢牢捆在板车上，确保不会来回晃动，便拉着板车出了门。你挑着担子往河边走去，担子2头，一头挂着地笼，另一头挂着拦网。路过一片田地时，不少人看到你肩上扛着的担子，眼中写满诧异，嘀咕着周建国这个街溜子挑着的是什么玩意，篮子不像篮子，笼子不像笼子的。有人说管他呢，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，地里这么多活等着干呢。众人点了点头，纷纷
埋头继续忙活，他们自始至终没往渔网和地笼上想，主要是都不觉得你能干什么正事。这年头村里人去河边都是靠天吃饭，寻常能抓些虾米鱼苗打打牙祭就谢天谢地了。等你身影即将消失，李大爷停下手上的活，对着正忙活的张山道：“让他瞅瞅你这家伙成天屁事不干就知道满村晃悠，媳妇都要跑了，孩子连饭都吃不上，还整天在外面瞎晃，又捣鼓的什么玩意？”张山停下手上的活，皱眉看向你消失的方向，无奈叹息道：“天晓得你又捣鼓的啥东西，但总归不是啥好东西。说你这个二杆子成天瞎胡晃悠，家里两闺女饿得皮包骨头了也不知道心疼，简直是个畜生。”李大爷深深抽了口旱烟锅子，叹道：“就是可怜你媳妇，那么俊的姑娘被你祸害了。”张山没接话，朝着手心啐了口唾沫，继续忙活。说心里话，他挺羡慕你的，虽然不着调，却活得比谁都好，尤其是家里还有个能干的媳妇。河岸泥地，黄昏时分，你沿着河岸走了几十步，在一片湿润的泥地里停住脚。这里草长得密，土是黑褐色的，用手一扒就能看见蜷着的蚯蚓。你从箩筐里翻出个小瓦罐，蹲下身，指尖捏着蚯蚓的中段，轻轻一提，那软乎乎的东西就被放进罐里。你又在草根下扒出几条红蚯蚓，罐底很快铺了一层。你看着罐底的蚯蚓，摇了摇头，无奈叹息道：“不够，还是不够。”你往水草丛走，伸手捞起几块附着青苔的石头，石头底下藏着不少虾米。你将小虾米敲碎扔到地笼中，又拿出几个蚯蚓扔进去。你选了水流稍缓的回弯处，用脚把水底的淤泥踩实，再将地笼的入口对准来水，出口用石头压住，确保不会被冲走。3个地笼成品自行排开，间距正好3步远。这是以前一个老渔翁教你的法子，能最大程度引诱路过的鱼虾。拦网的位置更讲究，你选了河窄处，两岸各有棵老柳树，正好能固定网的两端。你把网缓缓放入水中，藤条在水里舒展成漂亮的弧形，网眼在阳光下看得分明。你拽着网绳往岸边走，每走2步就用木桩固定一下，确保网身绑得笔直，又留了点余地，能随着水流轻轻晃动。太松了拦不住鱼，太紧了又容易被冲走，这分寸得拿捏得刚刚好。将东西布置好，你拍了拍裤腿往回走去。周家院子，夜幕降临，回到家时，2个小丫头正蹲在地上用你编的藤条蚂蚱打架。小芳举着蚂蚱往前冲，小月则护着自己的，奶声奶气喊着这是她的，不准抢。你走过去，伸手挠了挠小月的胳肢窝逗她，又捏了捏小芳的脸蛋，让当姐姐的让着点妹妹。2个小丫头咯咯笑着缠上来，要你再编个青蛙。虽然以前你经常打骂2个孩子也没啥好脸色，但小孩子记性差，今天你又是做好吃的又是摘蛇莓，还给他们做了玩具蚂蚱，好爸爸的形象一下子在2个奶团子心里树立起来了。你笑着应下，说不过还有一点事，等下回来再给他们做。小芳和小月眨巴了一下眼，重重点头。你看到这一幕，无奈摇了摇头，挑着担子出了门。担子2头，一头挂着地笼，另外一头挂着拦网。县城街角，次日清晨，从村里到县城20里路，你年轻力壮，走得快，推着板车没用多久就到了地方。县城的热闹远超村里，计划经济的影子还没完全散去，国营商店的招牌依旧醒目，街角巷尾已经冒出不少自由摊贩，卖菜的、修鞋的、扯布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，空气里混杂着煤烟味、食物香味和人潮的热气，透着生机勃勃。你在靠近菜市场的街角停下车，这里人流密集又不挡路。你掀开盖在鱼筐上的湿水草，一股清冽的河鲜气息散开，筐里的草鱼还在活蹦乱跳。你刚把杆秤摆好，筐里一条最壮实的鲫鱼猛地一蹦，啪嗒一声落在地上。一个手里提着篮子的大嫂被吸引过来，蹲在地上上下打量着鱼，又朝木盆里看了一眼，说鱼倒是挺鲜活，就是有点少了。你笑着说今天早上才钓的，让他看这鱼腮红的很，卖完就回去了。大嫂被你的话说的有点心动，伸手捏了捏鱼身，问多少钱一斤。你指了指不远处的菜市场大门，说菜市场国营柜台卖7、8毛一斤，你这不用摊位费，6毛。大嫂眼睛一亮，这价格比菜市场便宜了1毛，想都没想就说把这条鱼给他称了，回去可以做鱼片。你麻利的把鱼放进竹篮，挂上杆秤，秤砣一划，绳线绑直，说这条2斤1两，算他2斤，给1块2就行。大嫂拨手掂量了一下，觉得分量差不多，掏出钱笑着夸赞你这小伙子会做生意。他付了钱，拎着鱼就朝家的方向走去，突然又折返回来，笑着说他们家附近的人都爱吃鱼，问你明天还在这里卖不？要是来的话，他让邻居也过来买。你将钱揣进口袋，笑呵呵回应说明天要是能弄到鱼就过来，别的不敢说，保证鱼都这么新鲜。大嫂闻言点头，挎着菜篮子离开了。县城街角，日头渐高，不一会儿，你的鱼摊前很快围满了人，都问你这草鱼卖多少钱一斤，让你帮忙称鱼，因为你卖的比市场里便宜，很快带过来的鱼就被一抢而空。除了价格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的鱼足够新鲜，而且你前世也摆过摊，做生意会吆喝。和你一比，其他摊位上的摊主就跟闷葫芦一样，要么坐着要么站着，大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意思，只有顾客凑上前问价时才会回话。你这边东西都卖完了，对方还没把东西卖出去，你笑着将装鱼的木盆从板车上端下来，把水倒掉，小心翼翼把10来块钱揣进口袋。你刚准备走，旁边的摊主终于忍不住凑过来，递了根烟，说你这生意做得有门道。你接了烟却没点燃，夹在耳朵上笑了笑，说哪有什么门道，鱼好价格实在，人家自然愿意买。说完话，你把地上掉落的零散鱼鳞和水渍用扫把扫干净，将草根顺手扔到旁边草堆上。旁边摊贩一脸惊讶，他们在这里摆摊哪个不是收摊之后拍拍屁股直接走人，打扫压根不是他们的活。等彻底收拾干净，你手已经落在板车上了，现在也算有点钱了。你想着先去买点米面油，鱼虽然好吃也不能天天吃，而且再看小芳和小月他们瘦得可怜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有人喊着等等小伙子等等。3个汉子气喘吁吁跑过来，领头的是个络腮胡，手里推着自行车，显然是从别处赶过来的。看到空空的木盆，他的脸一下子垮，问鱼呢？你这鱼卖完了。你停下脚步，抱歉的笑了笑，说对不住，刚卖完，来晚了一步。络腮胡急得直搓手，旁边戴帽子的汉子也跟着点头，眼睛直勾勾盯着木盆，像是还能找出漏网之鱼。说刚才路过的老李说在你这买了条带子
子的鱼，回家一杀满肚子都是鱼籽，炖出来的汤奶白的，街坊四邻都闻见香味了。另一个瘦高个接话，语气里满是惋惜，说他们仨特意从城东骑车过来就为买你的鱼，咋就没了呢？你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说今天钓的鱼少没一会儿就卖完了，看看明天能不能多带过来点，保证大家都能买到。络腮胡无奈叹气，说行吧，瞎高兴一场，不过可说好了明天得给他们留几条。你笑着应了声没问题。看着三人离开的背影，你不由感慨，倒是没想到这鱼会这么紧俏。按理来说河里的鱼也不少，正如你所想的一样，河里的鱼是有不少，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钓到的，特别是现在刚开春，河里水凉，鱼都在深水区不露头，而且现在生活好点了，大家都想给家里添点荤腥，鱼这种新鲜东西自然成了香饽饽。国营菜市场的鱼更是稀罕物，每天就那么2筐，早上刚摆出来就被关系户抢光了，寻常人家想买都得托人，还都是冻了半宿的，哪比得上你这刚出水的活物。你走着，肚子突然咕咕叫了起来，从昨天夜里到现在没吃一点东西，你干的又是体力活，感觉饿得不行了。左右瞅了瞅，你径直来到一家肉夹馍铺子前，白菜粉条的3分钱一个，肉夹馍1毛5一个。你要了2个素的和3个肉夹馍，付过钱后接过来，朝着远处供销社走去。拳头大小的菜馍，你3下5除2吃掉了2个，这才舒服一些。剩下的3个肉夹馍，你用油皮纸包好，外面再套上层手帕，揣进了怀里。这3个肉的自然是给陈秀兰他们娘仨留的，揣怀里用体温护着，应该不会凉。很快你出现在供销社门口，这年头供销社的地位相当于后市的大型连锁超市，天南海北的东西这里都有。不过想买里面粮油布匹鸡蛋之类的还得有票，不然价格会高很多不说，还有可能被售货员赶出去。供销社里货架摆得满满当当，各种商品分类整齐，墙上还挂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标语。售货员穿着统一蓝色工装在柜台后忙碌着。虽然现在有了自由市场，但供销社里的东西更齐全。你从怀里掏出布包，里面装着今天卖鱼挣的钱。你告诉售货员要10斤1等米，还有10斤面粉。家里的米缸快见底了，2个小丫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得吃细粮。售货员是个戴眼镜的姑娘，看着桌上的钱问有没有票。你脸上闪过些许苦涩，无奈摇头说没有。售货员点点头报价，1等米10斤2块，10斤面1块5。问你还要什么？你想了想，又要了2斤菜籽油，2尺带小碎花的花布。买布主要是想给2个小丫头做2件新衣服，你都不记得上次给他们做新衣服是什么时候的事了。你一样样的买，柜台前很快堆起小山，酱油、醋、盐是做饭必备，2包红糖能给孩子们冲水喝，也能蒸窝窝头时放2勺。你甚至买了铅笔和练习本，小芳也该上学识字了。旁边排队的人看得连连啧舌，有人忍不住问是不是要办喜事。买这么多东西，你笑着应付说家里添了口人，多备点货。买完生活用品，你又转到农具区，要了2捆最粗的尼龙线，用藤条编网虽结实但太沉，尼龙线轻便，在水里阻力小，编出来的网更耐用。你又要了10个铁质网坠，还有5根带刺的新鱼钩，这些都是捕鱼的东西。有了这些工具以后，能多捞点鱼，日子才能更稳当。从供销社出来，你卖鱼挣的10来块钱就只剩下几毛了。你看到摆着糖果的摊位，摊上玻璃罐里装着花花绿绿包装的水果糖，还有裹着芝麻的酥糖，都是孩子眼馋的稀罕物。你指着最大的玻璃罐要了1斤水果糖，1斤酥糖。这话一出，周围顿时静了静。这年月谁家舍得一下子买这么多糖？杂货摊老板眼睛都亮了，麻利的用牛皮纸包糖，秤杆翘得老高，眼睛却不住往你的板车上瞟。那上面的大米袋子、豆油桶，虽然都是家用品，可谁家会一下买这么多？他干了10年杂货铺，就没见过这么阔气的穷买主。你接过糖包，刚要掏钱，隔壁包子铺的老板也凑过来，围裙上沾着面粉，指着板车问你是不是发财了，买这么多好东西。周围人七嘴八舌问你是不是赚了大钱，你笑着含糊应着，说运气好，捞着点东西换钱，给家里添点东西。说完付了钱，连忙拉着板车就走。板车轱辘刚转过街角，你恰好看到肉联厂的猪肉摊在收摊，报纸上放着的猪肉还剩好多没卖完，掀开瞅瞅，全是红彤彤的瘦肉，半丝肥的都没有。你眉头一皱，问老板怎么卖。摊主没好气的说有肉票肥的9毛1斤，瘦的7毛3，没肉票肥的1块1毛5，瘦的9毛8。你没理会摊主语气的不耐烦，仔细算着手里的钱，笑着要了5毛钱肥肉。摊主手起刀落，下手快准狠，称好5毛钱的肥膘递给你，你付了钱，小心翼翼放进板车最上层。现在你又变成穷光蛋了。在镇子上走了片刻，你抬头看了看天边呈现的昏暗，心想陈秀兰也快下班了吧。你推着板车到了棉纺厂门口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厂门口的电灯泛着光芒。你把板车停下，递给门卫大爷1支烟。门卫大爷接过去，在耳朵上蹭了蹭，眯眼仔细瞅了瞅，说这是红塔山啊，你倒舍得。你嘿嘿笑了2声，划亮火柴给他点上，自己也叼了一根。可烟刚抽到一半，心里头猛地咯噔一下。买这包烟的钱是你从陈秀兰手里抢过来的，她藏在枕头下的布包里裹着5块钱，说是给小芳攒的学费，被你翻出来炒了一架，硬抢去买了这烟。烟在嘴里突然就没了滋味，只剩下涩。中午你带着孩子来，门卫大爷就记下了你，这次你还给他递了根好烟，大爷也愿意和你聊几句。门卫大爷吐出烟圈，笑着说你是来等陈秀兰的吧。你一愣，随即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。大爷说知道来等媳妇就还有救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今后对媳妇孩子们好才是正经事。又弹了弹指间的烟灰，语气缓和的说纺织厂的女工辛苦，起早贪黑的，能有个肯吃苦的媳妇是你的福气，而且陈秀兰可是厂花，你要不珍惜，厂里还有一大堆年轻小伙等着呢。门卫大爷话音刚落，厂子里传来下班铃，铁门哐当一声被拉开，不少女工说说笑笑的从车间出来。你踮着脚往人群里望，一眼就看见了陈秀兰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，袖口磨破了边，手里拎着个针线筐，正和结伴出来的女工说着什么，脸上带着点疲惫，却依旧眉目清秀。一时间你心脏咚咚的撞着胸腔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心里眼里全是她的身影。你攥紧了衣角，指节发白，想喊她，喉咙却像被棉纱堵住了，眼睁睁看着她离自己越来越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
穿白衬衫的年轻男人突然从旁边冲出来，一把拦住了他。你没办法过去，眼睁睁看着陈秀兰和那男子交流。陈秀兰先是面无表情说了几句，男子突然激动起来，拼命诉说着什么。陈秀兰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一股子厌烦，猛地后退一步，眉头拧成疙瘩，呵斥那男人叫李强的是不是有病？他说过多少次了，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。周围的女工们一下子炸开了锅，嘻嘻哈哈的笑声裹着议论声飘进你耳中。有人说这李强也太鲁莽了，人还没离婚呢，急着凑什么热闹？笑声里带着点促狭，却把没离婚3个字砸得格外响。李强的脸涨得通红，梗着脖子喊他是真心的，质问陈秀兰跟你受穷图啥？陈秀兰的声音冷得像冰，说他图什么不用他管，再纠缠不休就去找车间主任。说完厌恶的转身就走。她不是随便的女人，也不再是那个3言2语就能哄骗的小姑娘。快迈出大门时，陈秀兰的脚步突然僵住，娇躯止不住颤抖了一下。她看到那个在保卫处站着的男人，你眼眸深邃，愣愣地看着他。陈秀兰整个人都懵了，脚步像被定在地上，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，她看见了。两人间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。旁边的女工们也发现了你，笑声戛然而止，神色变得尴尬又微妙。有人悄悄拽了拽陈秀兰的袖子，示意她快走。中午你给陈秀兰送饭已经出乎所有人预料，现在下班了你竟然又来了，还看到了刚才那一幕。你深吸一口气，平复好心情，把捏皱的烟盒塞进兜里，露出一抹温馨的笑容，柔声说你来接她。你表面上说的云淡风轻，但手心却渗出了汗水。几10年了，你再次见到了她，见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人，说出了再次见到她后的第一句话。陈秀兰望着你那双带着紧张的眼睛，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，乱得发慌。记忆里的你是蹲在牌桌上彻夜不归的男人，是抢她血汗钱拿去换酒喝的丈夫，是孩子发烧时只会蹲在门槛上抽烟的父亲。她永远忘不了那年冬天，孩子们冻得发青，你却揣着她给人缝棉袄挣的救命钱在赌桌上输得精光，回来还对她撒泼打滚。那些日子她对着镜子梳头，总能看见鬓角新添的白发，心里只剩一片冰凉。这个男人名义上是她合法的丈夫，可她却从未尽过丈夫和父亲的义务，不是她和孩子们的依靠，甚至为了吃喝玩乐完全不顾母女3人的死活，拿着家中仅剩的米面油钱挥霍无度。原本离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，可现在站在面前的这个男人却仿佛变了个人。此时你脸上的笑容让陈秀兰很陌生，她内心无比困惑，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你往前一步，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帆布包，那包里装着他没吃完的窝窝头和水壶，沉甸甸的。你闻声说你来县城买了点吃喝用的东西，眼看到他下班时间就想着接他回去，让他放心，孩子们很懂事，还有隔壁刘婶帮忙照看。陈秀兰懵了，曾几何时你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？以前的你一直无情、自私自利，眼下的你让他感觉有些不真实，甚至觉得自己一定是还没睡醒。周围的女工们倒吸一口凉气，谁不知道陈秀兰家这口子是个魂不吝，她日子过得苦，好多大龄男人等着你俩离婚接手这朵场花呢，今天你还专程来接人了。李强也在人群里探头探脑，看见这场景嘴巴张得能塞下鸡蛋。你像是没察觉周围的目光，转头冲门卫大爷笑着道别，然后侧头看向陈秀兰，语气自然的让她坐上来，你推她回去。她看看周围人探究的目光，又看看你挺直的后背，突然觉得陌生的可怕。她低声说不用，转向旁边的同事勉强笑了笑道别，也不看你。一位低头往前走，身后传来女工们窸窸窣窣的议论声，说你真来接陈秀兰邪门了，前几天还说你俩早晚得离，又说看板车上那堆东西是不是转性了，还有人说狗改不了吃屎。陈秀兰走在前面，手指无意识的绞着工装下摆，身后板车吱呀一下下压在她心上。她不看也知道那车上堆着的东西准是花了不少钱，一时间心里堵得喘不过气。她猛地停住脚步，终于还是张了口，问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那些都是她在纺织厂加班加点，手指被纱线磨出血泡，加班到半夜才挣来的血汗钱，就这么被你拿去挥霍了。你拉着板车跟上来，把车停在她身边，柔声说买的都是家里必备的东西，够吃一阵子，面粉蒸馒头，还有糖和练习本是给俩娃的。你说的很慢很仔细，甚至连东西的价格都说了出来。陈秀兰愣住了，心里的气稍微顺了一点，这些东西加起来少说也得花掉她大半个月的工资，可你买的每一样全是她夜里睡不着时在心里盘算过无数遍的东西。家里的米面早见底了，孩子一年到头吃不上一口油腥，换做以前你只会拿着钱去买酒，买牌桌上的筹码，哪会记得孩子缺练习本，他炒菜缺油。陈秀兰听着，眼眶忽然有点湿润，但新的疑惑又冒了出来。她问这些少说也要花10多块钱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就算把从他这抢走的钱都花了也不够。你连忙解释说让他别着急，买这些东西的钱都是你卖鱼挣的，就是今天比较着急没捞到太多，先买点粮食回来，等明天卖的多了就把卖鱼的钱给他。他下意识抬头看你，问你捞到大鱼了，你眼神亮了亮，说下午在家里没事，又编了地笼和拦网，明天的收获应该会更好。陈秀兰愣住了，你真的去挣钱了？不是像以前那样把钱花在喝酒赌博上？可他看了眼身后的板车，上面大包小包的东西，算下来你用了1天的时间竟然挣了他半个月的工资，而且还没有任何成本，这挣钱的速度未免太夸张了。赶到家时，杨柳村家家户户都升起了炊烟。你跟陈秀兰走进自家院子时，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下来。正趴在地上玩耍的2个奶团子听到动静，急忙爬了起来，喊着爸爸妈妈饿了。2个小身影从院门里飞出来，小芳手里还攥着藤条蚂蚱，小月脸上画的跟小花猫似的，不知道打哪钻出来的。陈秀兰的心一下子软了，刚张开手臂想接住扑过来的孩子，可胳膊空落落悬在半空，2个小丫头擦着她的衣角飞过去，咚地撞进你怀里。小芳抱着你的腿，仰起脸，小脸上全是兴奋。你笑了笑，从板车上拿出买的糖果，问他们看爸爸给他们买什么了。小月见状连忙扑过来，大声吆喝着是糖果，她要吃糖果，说着就顺着你的裤腿往上爬。你被撞得往后趔趄半步，慌忙拖着小月的屁股，另一只手在小芳头上揉了揉，声音是从没听过的软，说好不过只能吃1个，等下还要吃饭。陈秀兰瞪大了美眸，红唇微张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。
他的双手还僵在半空，久久没回过神。两个小家伙以前最黏自己，以往他刚到家，他们总会第一时间飞扑进怀里，怎么这一天不见就投降了？以前他们不是最害怕这个男人吗？小芳从兜里掏出个东西举到陈秀兰面前，是个用藤条编的小蚂蚱，栩栩如生，说是爸爸给他编的，问好不好看。小月献宝似的指着院里的大缸，说爸爸抓了好多大鱼儿，可是现在只剩下一条了。陈秀兰这才恍然大悟，不可思议的看向你，原来你说的卖鱼是真的。可他还是震惊不已，那条河水极鱼滑，村里那么多人去捕鱼，谁也没捞着多少，更别说卖钱了。你怎么就能捕到那么多还挣了钱？你什么时候有这本事了？你已经把板车上的东西一一拿下来，面粉袋刚落地，小芳就欢呼着扑过去抱了抱，接着你从怀中掏出给娘仨买的肉夹馍，油纸包一打开，金黄油亮的馍散发着香气。小芳踮着脚，鼻子使劲嗅了嗅，问这是什么好香啊？小月也学着姐姐的样子，小鼻子一抽一抽的。你给两个孩子一人一个，让他们尝尝，说是肉夹馍可好吃了。两个小丫头迫不及待塞进嘴里，香味瞬间在嘴里化开，不由眯起了眼睛。你顺手拿起最后一个递给陈秀兰，让她也尝尝，说挺香的。陈秀兰迟疑着接过，咬了一口，外皮金黄酥脆，咔嚓作响，肉香混着面香在嘴里散开，是她许久没尝过的滋味。你把纸包收起来，转身进了厨房，说你来做饭。陈秀兰跟进来，好奇地问你要做什么，又问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了。你笑着说一直都会，朝锅里添水。陈秀兰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忍不住说省着点粮食吧，如今谁家不是2顿饭？况且她的话没说完就被你打断。你说以前是你会让他们跟着遭罪，你没敢抬头，听着木柴噼啪的响声，声音带着愧疚，说小芳总喊头晕，小月瘦得跟豆芽菜似的，她夜里总咳嗽，从今天起必须1天3餐。你从板车上拎出那块肥肉，打算熬点猪油，先把肥膘放进温水里泡软，刮净皮上的污渍，切成半指宽的方块。灶台上的铁锅还带着水汽，你把肥膘快倒进去，添了小半碗凉水，才引燃灶堂里的柴火。陈秀兰看到锅里的肥膘，眼睛亮了亮，问你这是要熬猪油？你往灶堂里添了根柴，说以后炒菜有油了，两个丫头也能吃点油渣。火苗舔着锅底，锅里的水慢慢烧开，泛起细小的泡沫，肥膘块渐渐变色，边缘开始发黄，清亮的油珠慢慢渗出来。你拿着长柄铲轻轻搅动，肥膘块在油里打着滚，屋里很快弥漫开醇厚的肉香。小芳和小月趴在门框上，小鼻子一耸一耸的，这香味跟肉夹馍不一样，带着股油润润的荤香，勾得人肚子直叫。小月忍不住拽了拽陈秀兰的衣角，说妈妈好香呀。小芳比妹妹矜持些，可眼睛直勾勾盯着锅里的肥膘，指尖还在抿着肉夹馍的最后一点油渍。陈秀兰摸了摸她的头，转身把没吃完的肉夹馍放在灶台上，蹲下身往灶堂里添干柴。上次熬猪油还是前年过年，就炼了小半碗，舍不得炒菜，全拌在孩子们的稀粥里。夜幕降临，厨房内油灯亮起，锅里的油越来越多，肥膘块缩成小小的油渣，颜色变成金黄。你把火调小，用漏勺把油渣捞出来，控油盛在粗瓷碗里。油渣刚出锅，冒着热气，香的人直咽口水。你把炼好的猪油倒进瓦罐，油面泛着琥珀色的光，剩下的油渣裹了层盐，刚盛进盘子。小月就踮着脚伸手要够，喊着爸爸，他闻闻就闻闻。你一把捞起它，往他嘴里塞了一小块。小月烫得直跺脚，却把油渣含在舌尖舍不得咽，含糊的喊香比肉夹馍还香。小芳抿着嘴唇，手指绞着衣角，眼睛瞟着盘子。你看得好笑，夹起一大块递到他面前，让他拿着慢慢吃。小月吃完自己的，迈着小碎步凑过来，仰着小脸，手指偷偷指着油渣碗，装作不懂的样子，问这个是啥，说他还想吃。你看着两个孩子馋得直咂嘴的模样，笑容更深了，语气带着宠溺，说这叫猪油渣，是熬猪油剩下的香着呢，不过得等凉透了才更香，现在刚捞出来，他们小嘴巴经不起烫。小月使劲点头，眼睛却没离开油渣碗，小舌头忍不住舔了舔嘴唇。小芳懂事的拉了拉妹妹的衣角，可自己的目光也没移开。你往油渣上撒了一小勺盐，用筷子拌匀，香味更浓了。你说好了，凉的差不多了，让他们吃吧。你先递了一块给小月，她啊呜一口咬下去，小脸蛋瞬间鼓起来，细细嚼着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连声说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接着你又给小芳递了一块，小芳嚼了2下，露出满足的笑容，还不忘说香，让妈妈也吃。陈秀兰在一旁看着满是惊讶，她从没见过你这么耐心的喂孩子，更没想过家里能有这么香的猪油渣。小芳突然指着陈秀兰说，让爸爸也喂妈妈吃一块，妈妈肯定也爱吃。小月也跟着点头。陈秀兰连忙摆手让他们吃，可你已经拿起一块油渣递到她面前，眼神里带着期待。两个孩子围着她不停念叨，让妈妈吃，让妈妈快吃呀。陈秀兰看着递过来的油渣，又看了看孩子们期盼的眼神，最终接过来放进嘴里，酥脆的口感，咸香的味道瞬间填满味蕾，一股久违的温馨感涌上心头。你没留意她的失神，案板上还摆着用温水和好的面团。陈秀兰蹲在灶门前添柴，眼角余光瞥见你从布包里舀出红糖，往面团里揉，那是县城供销社最贵的红糖。她上次路过只敢看2眼，连问价的勇气都没有。她忽然恍惚了，这场景太不真实，像做梦。以前家里顿顿是玉米糊糊就咸菜，白米只有过年才能见着，你更是从不沾灶台边。如今你系着围裙利落的切菜揉面，食材堆得像座小山，一道道用猪油炒的菜出锅，面条也下进了锅里，你头也不回的说等会儿再炒个青菜配着饼吃。陈秀兰看着你的背影，想起上个月家里只剩半碗糙米，她掺了满满一锅水煮成能照见人影的粥，两个孩子捧着碗直喊饿，你却在一旁喝闷酒嫌粥没劲儿。那时她以为日子熬不出头，可现在家里有面有米有菜，能闻到面条的香味，还能听到孩子们在院子里的笑声。可很快难过又涌了上来，以前受的苦挨的饿像针似的扎在心里，她不敢确定这突如其来的好日子能不能长久。另一边，赵富贵刚进院门，就见刘婶兴冲冲的朝他喊，让他快来看。赵富贵跑过去，看见那条草鱼时手里的农具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问这哪来的？他搓着手凑上前，小心翼翼的捏着草绳提起来掂量，说这条鱼怕不得有2斤了吧。刘婶说是周建国那小子给的，把借板车的事添油加醋
说了一遍。末了拍着大腿笑，说就他家院角那破板车轱辘都快掉了，他竟用这条鱼抵押，不是傻是什么？赵富贵把鱼放进水盆还是不敢信，问那板车真能换这鱼？这鱼在国营店得要多少票？刘婶说管他呢，鱼在他手里就是真的。今晚他们也开荤。他找出家里最大的搪瓷盆，捞起鱼瓜鳞开膛，小心摘下鱼鳔收进瓷罐，说这东西炖着最补。鱼肉剁成块，鱼头鱼尾单独装完，打算熬奶白汤。赵富贵蹲在灶前烧火，眼睛直勾勾盯着油锅。刘婶舀了2勺猪油，油化了冒起白烟，把鱼块倒进油锅，滋啦一声，鱼肉瞬间焦黄。他撒了把干辣椒到半瓶酱油，添上井水漫过鱼块，盖上锅盖时还往灶堂里塞把松针，说这样炖出来更香。等鱼肉炖得脱骨，又把鱼头鱼尾扔进砂锅，添足井水，撒把葱段姜片，小火咕嘟，院里的香味飘得老远。吃饭时赵富贵加快鱼腹肉，油脂顺着嘴角流，含糊道这周建国以前除了喝酒赌钱啥也不会，今儿咋转性了？刘婶啐一口说还能咋？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就他那样能钓着鱼才怪。话虽如此，却把鱼鳔夹给男人让他吃。吃着吃着，刘婶忽然放下筷子，望着院里的老槐树出神，说周建国虽说不着调，可俩娃是无辜的。今儿还没见小芳和小月来他院讨玉米吃，孩儿他娘要上工忙不过来，周建国那混不吝估计也不管，孩子这会儿肯定饿坏了。赵富贵也停了嘴，想起你家那俩瘦得像豆芽菜的孩子，还有陈秀兰总是苍白的脸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刘婶说既然是你送的鱼，孩子吃也理所应当。他起身舀了满满一碗鱼肉，又把砂锅底那层熬得稠厚的鱼汤也盛进去，找来一个干净的粗布巾，沿着碗沿裹好，交给赵富贵，让他给陈秀兰送去，就说炖多了吃不完，给娃娃尝尝鲜。赵富贵接过碗刚走到院门口，刘婶又追出来让他跟陈秀兰说别让那混小子把鱼给糟践，得给娃留着。当赵富贵推开你家门时，恰好小芳推开厨房门走出来，一股浓郁的肉香味扑面而来，赵富贵愣在了原地。陈秀兰刚走出厨房就看见了端着鱼汤的赵富贵，问他这是怎么了。赵富贵呵呵笑了一声，说今天家里做了鱼汤，过来送一点。陈秀兰眼眶一热，忙往旁边挪了挪，让他快进来坐。邻里平时日子过得都紧巴，这碗汤里的鱼恐怕也是他家省了又省匀出来的。陈秀兰刚想接过鱼汤，却不料赵富贵跟定在地上似的，直勾勾盯着院里，鼻子还在不住的抽。陈秀兰伸手晃悠2下，问他怎么了。几个呼吸后，赵富贵终于回过神，喉结滚了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把碗往前递了递，结结巴巴说看天擦黑了，孩子们许是饿了，给他们送碗汤。那股混着肉香的热气比他家熬了半晌的鱼汤浓多了，勾得他五脏六腑都在打转。陈秀兰一手小心接过鱼汤碗，一手拉着赵富贵往院里走，让他进来坐，说正好饭刚出锅。赵富贵被他拽着一进门就伸长了脑袋朝厨房方向望去，鼻尖那股香味更浓了，荤腥的香味、青菜的香味、白面饼子的麦香，甚至还有猪肉的焦香，这哪是寻常人家的饭菜，这比过年时供销社食堂飘出来的还诱人，馋得他舌根直冒金。你擦着手从厨房出来，招呼到赵叔来了，问他吃了没，说你刚做了点吃的，让他进来喝2盅。你脸上带着笑，眼神亮堂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赵富贵猛地一愣，奇怪地打量了一眼你，问你怎么在家里没去喝酒，而且还做上了饭，这还是那个浑身酒气吊儿郎当的你吗？赵富贵心中无比震惊，嘴上却不露风声，说别的明儿还下地干活呢。说着话路过灶房门口时，他飞快地往里瞥了一眼，当即倒吸一口凉气。灶台上摆着的肉油光锃亮，炒青菜绿的冒水，上头还撒着蒜末，最扎眼的是那白面饼子比血还白，竟没掺半粒杂粮。赵富贵瞅着那油汪汪的炖肉，喉头直滚，心想今儿是活见鬼了。陈秀兰家吃的不是天天掺了野菜的稀粥吗？连棒子面窝窝头都吃不起，可眼下这满桌的硬菜油芯子都快溢出来了。他挠挠头，实在想不明白，这才1天的功夫，你家像变了个天。陈秀兰又把他往饭桌上拉了拉，笑的实在让他坐下吃口，说他家平时没少帮衬他们这点心意，别推辞，他是真心想留赵富贵吃饭的，他们2口子心善。上次小芳发烧是刘婶连夜跑去找的赤脚医生，他家缺粮食，刘婶也总偷偷塞来半瓢面，这份情该还。赵富贵脸涨得通红，连连摆手，说不了，他婶还在家等着呢，就先回去了。他很想留下来，可是又不敢，这肥的流油的肉白的跟血似的馒头看着就不少钱呢，他可没脸蹭着吃。他手里那碗刚觉得稀罕的鱼汤，此刻瞧着清汤寡水的，跟这儿的肉菜比，简直寒酸的拿不出手。原想端碗鱼汤让2个娃子解解馋呢，没成想人家吃的比自己过年还强，这哪好意思留下。他家的鱼汤做的其实并不好，盐放的少，还掺了白菜和粉条，鱼的鲜味被冲散不少。赵富贵灰溜溜离开，怀里的杂菜饼也没好意思拿出来。八仙桌上昏暗的油灯忽闪不定，映得四壁黑黢黢的。陈秀兰端着碗，握着筷子的手微微发颤，眼前的景象总让他恍惚。曾经的你，饭桌上从不看孩子一眼，俩孩子凑近些都能被你吼开，要么醉醺醺趴在桌上打鼾，要么骂骂咧咧咸菜没吃头，扒拉2口就摔碗出去喝酒了。可眼下你正把炖肉切小块，用勺子压成肉末，拌着白面饼子喂小月。小月张着小嘴啊呜一口，肉汁粘在嘴角，像只偷喝了蜜的小猫。小芳自己捧着碗吃得香，偶尔举着勺子递到你嘴边，让爸爸也吃。你就着小芳的手咬一口，笑得眼角堆起褶子，还不忘叮嘱让他们慢点吃，没人抢。小芳小小圆圆的脸蛋差点埋进饭碗里，夸你做的肉肉好香。你轻托起小芳的脸蛋，擦去她脸上的饭粒，柔声说喜欢吃，爸爸以后天天做给他们吃。陈秀兰看着你们，眼眶忽然就热了。这场景她在梦里盼过多少回，可从前梦醒了只剩冷锅冷灶和你摔门而去的背影，可很快难过又涌了上来，以前受的苦挨的恶像针似的扎在心里。她不敢确定这突如其来的好日子能不能长久。你喂饱小月吃完最后一口饭，瞥见陈秀兰面前的碗动也没动，筷子还搁在碗沿上，不由得奇怪，问她怎么不吃，是不是不合胃口？陈秀兰这才回过神，刚拿起筷子要夹块青菜，眼前的碗里忽然多了一筷子炖肉。你声音不高却带着股让人踏实的劲儿，让她多吃点这个补身子。陈秀兰看着你棱角分明的脸庞，捏着筷子的手紧了紧，觉得眼前的男人陌生又熟悉，这细心劲儿，这说话的语气，哪还有
有半分从前的魂气。你递过来的不仅是一筷子肉，更像是把他从前不敢想的日子轻轻放在了他面前。他捏紧筷子，把那块肉小心地放进嘴里，酱汁的甜混着肉香在舌尖散开时，眼眶突然就湿了。陈秀兰嚼着那块肉，心里头像揣了团火暖的发烫。前天夜里还在心里盘算着离婚的念头，到现在那点决心，被这桌饭菜被你喂孩子的模样冲得一干二净，连点痕迹都没剩下。小芳举着油乎乎的小手，嘴角沾着酱汁，像只偷吃东西的小花猫，喊着还要肉肉。小月也跟着嚷嚷。